大概在这个位置吧。这个是中线，中线往下一点点，中线往下一点点，这个位置。中线往下一点哈，这个是中线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中线。那这个是中线，我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点来画这个花，第一朵花的位置。放上一点。好，调色盘放这里，我们先调色啊，先调色。我们不是调了3种绿色啊，调了3种绿色。调了3种绿色，我们先这个笔放一下它就干了。干了之后，我们还是干的话，我们要加一点哈，加一点，但是不要太多了，水分不要太多。我们先调这个嫩绿色。先把这个嫩绿色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先把这个嫩绿色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先把这个嫩绿色，这个是调的这个嫩绿色，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均匀的调一层。我们可以不用太深了，不用太深，我们可以想把这一朵花可以画的浅一点点，你想画浓一点可以调浓一点，你想画浅一点也可以调浅一点啊。这个第一朵花我们可以浅一点，我们可以把第2朵花画浓一点，2朵让它有颜色上有稍微的有一点点区别。好，均匀的调一层，慢慢的晕到这个笔的1/2的地方哈，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再调这个绿色，这个稍微深一点的这个绿色，调到笔的1/3的地方，调到笔的1/3的地方。笔尖上要调一点点深的，要留一点点深的啊，笔尖上要留一点点深的。你也可以蘸一点点这个最深的绿色，笔尖稍微蘸一丁点这个最深的绿色，不要蘸太多了啊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开始画了，啊。我们这一朵花它有一点朝这个左上，这一朵它是一个塔式的，我们第1朵是一个塔式的，第2朵是一个绣球形的。两朵不一样的姿态的啊。好，我们先定第一个花瓣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不一样大了，这样子先画出一个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。好，我们继续补充一点点颜色，我们继续再画一个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，一笔。这2笔，这样子3笔，让它直接垂下来，这种它有点垂下来这种。两边我们再来加层次。这个花第一个花瓣先定出它的一个方向，一看它是朝这边的一个方向，然后这个层次我们可以再加这个，在这个花瓣上加这个层次。加这个层次，让这个层次更加丰富一点。好，这个加了1层这个花瓣，可以再加一笔。好，我们再补充颜色，笔上补充颜色。啊，这边来一个这种小一点的这种侧瓣，背面朝我们的这种小一点的这种侧瓣，让它的层次显得更加多一点，更加丰富一点。这里1层啊，我们可以再来1层，一笔、2笔。可以每一笔要有大小不同，你看这一笔我们特别小，我们这一笔就稍微的比中间的这一层稍微的大一点，
让它有区别，用这个大小、层次这种花瓣，我们一定要画出这种对比关系。对比关系就是这个花瓣的大小，还有这个颜色的这个深浅这种变化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画一些小一点的侧瓣啊，这里比较大一点，我们这种窄一点的，笔尖上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。我们可以反过来，有一些花瓣它是反过来的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颜色。好，这里这个有个反瓣，我们这样子补一个正瓣出来。好，我们这个笔上有点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我们继续调一下颜色，就是我们加了底色之后，笔上要继续补充颜色。我们这里下面再补充一个这个反瓣啊，这里再来一层，把这个反瓣让它出来。好，这边来一个，点下去，提起来，再点下去，再拖一下，这样子画一个这个侧面朝门的反瓣。好，这些大的这个反瓣，大的这个侧瓣旁边，我们可以来一些这种小一点的，加深一点哈。有的时候颜色太浅，这个笔根的颜色、笔尖的颜色太浅了，就没有这个花瓣与花瓣之间的这个层次感。好，我们这个里面来一个小的，让这个大的花瓣里面有一个小的，让它有这种层次感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颜色。好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大的这个侧瓣，我们来一个正瓣，在里面来一个大的正瓣。你可以这样子点哈，不知道花多大，你可以直接这么去推过来、点过来都可以。就是你们画的时候掌握不好这个花瓣的大小的时候，你可以这么去画。其实我画的特别慢了吧，应该都能看得清楚。好，这里会加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花瓣、碎瓣呐、什么的花瓣都有。而且这整朵花是要有一个虚实的这种变化，要有这个虚实的变化。像我们现在画的是这朵花的中间的这个层次，中间的这个层次它相对于说它是比较实的，物象比较实的，颜色比较深的。那我们要画这个上面的这个层次，我们现在画上面的这个层次，画上面这个层次。我们的花心大概在这个位置啊，上面这个层次，第一层我们画这个是塔式的，第一层的这个花瓣，我们是加了底色之后，我们不用调太多的颜色，只需要调一点点颜色就可以，就调一个这个嫩绿色就可以，就笔尖调一点这个嫩绿色就可以，然后画出各种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花瓣，这一层它是比较虚的啊，有大的有小的。有大的有小的，你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，点出大小不同的这种虚的这种花瓣。好，有正面的、侧面的，有的时候偶尔来一笔这种深的，这种点的，点出这种不一样大小的这种花瓣来。这里我们来一个大一点的，让这个花瓣有大，你看点一下这个笔上就没有这个水了，没有这个水分，我们又加一点底色。
我们加了底色之后，再加一点点这个嫩绿色，再加一点点嫩绿色。好，这种直接去点它哈，点出这种虚的这种花瓣来。这一层就是虚的，它这一层就是一个虚的花瓣。当然，我们要画出有长有短的这种花瓣来，不要全部是一样的。这种缺口不一样大的这种缺口来。笔上有点干，我们蘸一点点底色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上面这一层，它是比较虚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明显的看到这一层是虚的。我们画一个物象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变化，有这种虚实的变化，不能说我整朵花都把它画得很实，那么整朵花它就缺少了一种什么？缺少了一种灵动感，继续调色，该补充颜色的地方继续补充颜色。这里补充一个花瓣。调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调匀哦，有的时候一笔没有调匀，整朵花它就不好看。真的，调色是非常重要。我一直讲的这个调色，我们画这种花，我们画这个花，画这种小写意的牡丹花，调色占非常重要的位置。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，我们去加花瓣，也可以加一些碎的花瓣啊，碎的花瓣。这种小碎花瓣。然后我们这个第一层基本画完了，我们现在画下面这里，我们下面这里可以加深一点颜色，调色的时候多调一点。现在我们笔上有个干的，还是蘸一点底色，之后，我们调色可以把这个颜色多调一点进来。越到下面我们颜色越深，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颜色的这一朵花，我们要有这个颜色的深浅的变化。所以有很多细节你们要认真的听清楚，如果细节你没有听清楚，你到时候画的时候你老是说为什么跟我画的不一样，那就是有一些细节你没有听清楚，每一个调色的环节都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。哎，我们还差了一个颜色没有举出来啊。我们画最后一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丁点胭脂啊，加一丁点胭脂。我们刚刚在说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有跟大家讲过要加这个胭脂的啊。这下面我们画一个这种
翻转过来的这种大花瓣，1笔、2笔，再拖下来1笔，这种翻转过来的这种大花瓣。这个瓣画的不是说特别完美，有一点点均匀了，但是也没关系。待会儿我们画其他的花瓣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去把它调和一下。好，继续补充一些颜色，补充颜色。这个颜色又是有一点点区别了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颜色会有一丁点的区别。我们这里来一个小一点的侧瓣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，你笔尖补充了深色，你才能画出这种层次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反瓣。这个笔上有点干啊，即使加了底色之后还是干了。如果这样的情况还是干了，你看有点画不动的这种感觉，还是干了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加一点点水。好，我们继续调色，几种颜色依次的调。我在调色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没有说，你们要仔细的看一下，仔细的看我是怎么调的。好，往下，这个花瓣可以大一点啊，这个可以大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再画最后一层的花瓣，基本上现在是要画最后一层的花瓣。最后一层的花瓣，我们要另外加一个底色，我们的底色也会改变呢。先这里再画几个花瓣啊，加几个小花瓣，这里加几个小的碎瓣、小花瓣，不要让整朵花的这个大花瓣太多了，偶尔有一些这种小花瓣、小的碎瓣，显得它的层次会更加丰富一点。好，我们画最后一层，我们的颜色又要调不一样的颜色，所以说调色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现在拿出来一些啊，然后把这个笔上洗一下，太多绿色了，太多绿色，等一下这个颜色底色又会变。洗了一下之后，我们把这个3绿全部调进来，把这个3绿都调进来。这边上不是刚刚还有这个3绿没有调完的吗？没有调完，我们现在把它调进来。调进来之后，我们加一点胭脂，再加点胭脂来调。这个是调色的关键啊，太少了一点，我们再倒一点进来，把它调成一种灰灰的，有点灰的这种颜色。不够这个胭脂不够，再加一点，不够的话再加一点胭脂。
好，我们现在调成这种灰灰的颜色。好，我们依次的把这三种颜色调到笔肚上啊，调到笔肚上。我们画最后的这个大花瓣，我们这个颜色可以稍微的调多一些，稍微的调多一点，让它颜色饱满一些，让它颜色饱满一点。然后最后的时候，我们调这个胭脂也稍微的调多一点点，胭脂也是一样，稍微调多一点点。我们要用到这朵花是要用到这个胭脂的，这朵花要用到这个胭脂。好，我们先来一个花瓣，这里先来画一个大花瓣啊，这样去滚它，也可以这么去点它，你可以一笔一笔的这样子点它，也可以直接推它。你看你怎么画，你觉得怎么画方便你就怎么画。然后笔尖没有这个深的颜色，我们笔尖要加一点深色，笔尖要不停的加这个深色啊。好，我们这一笔的话，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向去画，这样子去画它，可以让它到边破边。好，现在这个笔上没有这个颜料了，我们再继续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我们这里这个缺口，我们这里再加一个瓣，加一个花瓣。好，我们先加这么多。好，我们再慢慢的，这个需要有花瓣的，我们继续加花瓣。笔上如果干了的话，画这个大花瓣，笔上很容易干的啊。蘸完底色之后，我们继续调颜色，继续补充颜色啊。蘸完底色之后，继续补充颜色。继续补充颜色，每一种颜色都要调，每一种颜色都调一点，让这支笔上的颜色由深到浅均匀的过渡，由深到浅均匀的过渡。好，这里来。好，慢慢的来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补充花瓣，哪里需要补充花瓣。笔尖补充一点深色。要有一些小的花瓣，要有一些小花瓣。那这边我们可以来一个大的。这样子一笔一笔的推过来，你可以一笔一笔的推过来，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刚开始学的话，你可能掌握不好。如果我自己画，可能很快把它画完，但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一点点，所以我们稍微把这些慢动作都放更慢一点，把这些慢动作放得更慢一点。有大小，然后画到这里，我们就要看一下这朵花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就往哪里加花瓣了。
像这个花瓣，我们可以把它更大一点，更长一点啊。让它更加长一点，补充一点颜色，笔上补充一点颜色。继续，我们这里继续来一些。那这些花瓣我们可以让它碎一点点哈，不一定说要每一个地方的花瓣我们都要画的那么大，可以这样去点它，点多了就成了面，就成了一个花瓣了，点多了就成了面。因为你刚开始画的时候，可能一下子你就把控不好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整朵花，哪里需要补充花瓣的，我们就往哪里补充花瓣。好，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个小的花瓣。有的时候细节也是要注意的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好，这里会有一些小的碎瓣，直接这么去点它，你也不用看它是正瓣还是反瓣，反正就是让花瓣丰富起来。两边要不一样，我们因为刚刚这里有个缺口很大，那么这边也是有这样的缺口，那我们让它两边破一下，让它不要一样。最后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慢慢的去把这个花去怎么样去把它完整好看，慢慢去调整它的一个花的一个外形。好，这里我们加一个花瓣。最后就是调整这个花的外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就加哪里。这里来一个。来一些小的花瓣啊，小的碎瓣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花型是不是你想要的花型，哪里需要我们想把哪里跳出一个花瓣来，我们还可以跳出一个花瓣来。
好，我们回一下笔，有些地方回一下笔。像这些地方，我可以想把它加长一点，你还可以加长一点点。这个花瓣还可以加长一点。还有我们的这个上面也要调整一下，上面我们直接用这个底色，直接用这个深的底色来把它扫一下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的，我们就扫一下哪里，好不好？轻轻的扫一下。这一笔是不小心了。把这个颜色往上扫一点点，让这个绿色里面有一点点这个深一点的这个颜色，它会显得更加透亮一点。也可以加一点颜色。这一个我们可以长一点，有一些花瓣可以长一点。直接这样子反笔来调整，反笔来调整。反笔来调整这个外形，到时候它干了之后，这朵花它会显得更加透亮一点。有的时候会加一点小的碎笔进去。好，这个是今天的我们的第一朵花，这个是今天的第一朵花。我们再把中间的再调整一下，中间的地方，中间我们让深色的更加深一点点，让深的地方更加深一点。有些地方画的不到位的地方，我们稍微的进行调整一下。好，稍微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用最深的颜色把它画上去，花心的地方用这个深绿和胭脂，用这个深绿和胭脂。到时候这个地方是点花心的地方。好，这朵花就这样子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朵。有些地方稍微加一下。好，这个是今天的第一朵花。好，我们这边画一个小的半开的花苞。好，我们一样的调色，一样的按照这个流程去调色。我们这个花苞的颜色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有一点点区别哈，不要把两朵挨在一起的花把它画的太一样了。我们可以稍微的直接画深一点点。好，这个花苞我们让它朝这个方向。
一笔这个包起来这种反半来定出这个花苞的它的一个朝向，这样子一看就是朝这个右边了，是吧？一看就是朝右边。好，这样子包起来，让它这样子包起来，这样子慢慢的把它包起来。下面还有这种也是一样的，把它包起来。好，一层层的包起来。往里包，好，这一半这个花瓣我感觉它颜色浅了一点点，把它加深一点，因为它是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种花瓣，把它颜色让它深一点。好，这些花瓣继续把它包起来。这一个让它这样子长，让它卷起来这种感觉。好，一层一层的花瓣，我们让它包起来。花苞我们也要画出它的这种姿态来，虽然说它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花苞。也要让它层次显得丰富一点。这里面的我们可以多沾一点点胭脂，多沾一点点胭脂。
好，这个花瓣我们就这样子吧，这边这个花瓣再来长一点。好，这个花苞我们就这样子可以了。这是一个半开含苞待放的一个花苞。好，我们第二朵画到这个位置，第二朵画到这个位置。第二朵我们就画一个绣球形的，让它这个姿态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让它姿态会有一点不一样。还是一样的，我们颜色还是用一样的颜色，只是说我们调的这个色度，我们调的这个颜色的这个量会有一点区别。好，我们一样的先蘸这个底色啊，还是前面这个底色。这个底色如果说你放的有点干的时候，你可以加点水。有的时候底色它放了一段时间的，特别它会干的，你可以再加一点水进来，加点水把它调一下，然后调了之后你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底色也是一样，一定要调均匀哈，一定要调均匀。调了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然后还是一样的调色，我们这一朵我们可以把颜色调深一点，画深一点点哈，画深一点点，把颜色调多一点点，把这个嫩绿色多一点的调一层在笔的1/2，厚厚的调一层在笔的1/2，让3朵都会有区别。好，这个花它就是绣球形的哈，就是很多碎花瓣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我们把它组合在一起，各种各样碎的，我们画的这种可以把它画的很小很小的这种细节，很小很小的碎花瓣，因为它本身这种花它就是很多碎花瓣，我们可以让它更碎更碎，让碎的很碎。我们偶尔也要画一点大的，
哎，我们这朵花，我现在想把它再黄一点，我再挤一个藤黄出来。等一下，我们在这个虚的颜色那里直接让它黄一点，它这个颜色会更加嫩一点，让颜色更加嫩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点底色，然后调一点这个，直接调一点这个藤黄色，先直接调这个藤黄色。直接调一点这个藤黄色。如果笔上的水分多了，当你在调色的时候发现这个水分很多，你可以在旁边的这个纸上把这个水分这样子沾掉一点点，尽量不要让这个笔上的水分太多，因为你刚学的家人们，你可能掌控不好你这个水分，你水分太多了，你就画不好，就很容易这个颜色淹开了。当然，这个绿色没有那么容易淹啊，绿色这个颜色还是非常好用的。那各种各样不同的花瓣啊，各种各样不同的花瓣。其实我给大家示范的时候画的慢，它的花瓣还画的挺严谨的。这种各种不一样的这种花瓣去把它组合，各种大小不一样，形状不一样。就是这种碎花瓣，你就要画出各种不同的形状来。好，我们这么多小花瓣，我们偶尔来一个大的，好吧？偶尔来一个大的，让它很大，大的我们让它很大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对比，有这种大小的对比。好，这个上面这一部分都是比较碎的花瓣，我们直接画出比较碎一点的花瓣，它是虚的，我们上面这一部分把它画成一个虚的部分。这每一朵花，我们每一个物象，它都是要有虚有实，这样子它才符合这个画理。不能说我们把每一朵花全部画的实心儿的，那它就不好看了。我们要有虚有实，有变化。可以，这个虚的地方我们可以直接加一点藤黄进来，让它更加颜色更加艳丽一点。好，现在我们笔上干了，笔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笔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好，继续调色，调一点藤黄进来，调一点藤黄。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花，这个藤黄在这里出现了，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一点点。好，这里也来几个这个藤黄的。这个花瓣都是比较长的，我们可以有的时候来一些圆一点的。笔尖来一点点深的。不停的要补充颜色，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我们这个调色，调色非常重要，调色调好了，你这个花到时候出来才好看，才滋润。笔尖，你看一下我笔尖一直在补充颜色，因为只有笔尖有这个深色了，你画出来这个层次感才会更加丰富一些。好，我们这一块我们会更加颜色会更加深一点哈。
这里我们来一些很小的这种碎瓣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啊。偶尔也是一样的，来一些比较大一点的这种花瓣，让它这个花瓣里面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。其实我画的很慢啊，画的很慢，就是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点。其实我要自己画的话，肯定不是这样子的速度去画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一幅作品得要花多久啊？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看的时候可以仔细的看，
好，我们现在画下面这些花瓣，我们颜色稍微调多一点啊，笔上的颜色稍微调得更加饱满一些，调得更加饱满一些。来一点点胭脂，来一点点胭脂。还是再来一些小的花瓣，像这个小细节里面，哎，这个胭脂不够，笔尖一定要有深色啊，笔尖一定要有深色，你才能画出这种层次感来。小的花瓣有大有小。好，这里又来一个大的花瓣，让它有大有小。这个大的花瓣中间又会掺插一些这种小的花瓣。这个花瓣它是自由的哈，家人们一定是自由的，我们不要太拘谨了。像特别是画这个绣球型的牡丹花，你们千万不要太拘谨了，我们要把它放开来画。放开来画就是你不要想着这一个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样，我画一个花瓣，你画一个花瓣，你们要自由的去安排，心要自由，心一定要自由，画出来的东西才会更加去灵动、好看、自由，知道吗？看一下哪里再来一个大的花瓣，我们在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哎，这个笔太干了，有点干了啊，笔上有点干了，水分没有了，没有水分，我们沾一点水分，沾一点底色。沾一点底色之后，我们继续调色，继续调色。好，这有一个反瓣，那我们直接这里加一个正瓣。颜色也要调匀哈，刚刚我随便沾了一下，准备去画，那肯定就画不出来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匀。颜色调匀，你才能画出好看的这个牡丹，这个花。好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就去加哪里。像这个缺口，我们可以颜色调匀啊，没有调匀，画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看。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，这个大的花瓣这个根部我们直接这样子填上去。这个花瓣还可以继续延伸。好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笔上加一点底色。哎，我们可以加深色的底色了啊，可以加深色的底色。这个前面一朵花上加的那个底色，就是前面已经调的那个深色的底色，我们现在可以加它了。好，我们这边这一个花瓣我们再补一瓣。
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。像这些小小的，我们可以直接加一些比较碎的花瓣。笔尖的颜色一定要调匀啊，没有调匀，你画出来的东西就完全就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慢慢再去把这个花再去把它完整，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。直接来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吧。直接这样子滚出一个大的花瓣。太深了，这个笔上的颜色太深了，太深了。因为我们要调整这个外围的，调整外围的这一层，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，我们要加一下。这里伸出一个花瓣，不要让这里太平了，打破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把笔洗一下，笔洗一下。为什么要洗一下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太平了，我们要调整一下这个地方。看一下哪里需要，我们需要加一下花瓣。加一点黄色的，加一点藤黄，颜色不要太深了，浅一点。把这个花型调整一下，花的这个整体的外形调整一下。它这种碎的这种碎瓣，它会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碎的花瓣，很小很小的这种碎的花瓣，我们也要画出一些这种碎花瓣，它会显得更加这个花会显得更加灵动。看一下啊，当时这个花瓣如果画的更加大一点会更好一点，这个花瓣画的更大一点会更好一点。这个花瓣我们可以再加一点，可以再加一点。我们到最后就是调整的时候，调整这个花型。
让它更加完美一些。颜色没有调好，颜色一定要调好。颜色一定要调好，颜色没有调匀，你画出这个花瓣它就不好看。好，我们偶尔也是要回一下笔，回一下笔，让这个花瓣有一些褶皱的感觉。来，再来看一下它的花型。会有一些小的细节，小的碎瓣。好，我们现在最后可以把这个花的中心的地方，让深的更加深一点，再来进行调整一下。让深的更深，让层次感更加明显。你看这朵花，它有虚有实，有浓有淡，有变化。这样子这朵花就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不要让它形状太圆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3朵花都看一下。3朵花3个颜色它都会有一点点区别。三朵花的颜色都会有区别，有一点点微差。我们这样让在同一个色系里面有微差的这种感觉。我们来把它的叶子加上。